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彼得角蛙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土养。那土养要怎么样叫土养呢？首先你要有土当然，那我们这次的选择底材是水族用的黑土。我比较喜欢黑土，是因为它的颗粒比较小，然后再来是它不会非常干燥，所以我们就是首先准备黑土，然后大概到5公分左右的深度，然后就把蛙放进去。可以不要理它。因为它这个角蛙养殖这件事情，其实只要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干湿分离。那现在里面是全部都是干的。那角蛙现在到了土上面，它等会就会开始挖洞，在旁边休息。那这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，它现在土是干的，那它已经有创造出了干这个环境。那要怎么样做湿呢？那我会选择使用一个盒子，去另外再装水。那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倾倒的状态，所以变成说我里面会放一块海绵，然后到时候我们把海绵就沾湿就可以了，就是创造出一个湿的环境。它如果需要湿度的话，它会自己跑去海绵上，就是吸取水分。那我觉得我们的使用的空间，因为拍摄关系，使用空间比较大。那正常这是一个1尺半的缸，那正常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使用1尺缸就很足够了。那我现在把这个盒子跟海绵放下去，我会让它做到跟往下压就好，我让它做到跟土壤差不多高度。那有一点土在里面，但是无所谓的。那如果说今天青蛙它需要，我也觉得它会咬我。青蛙它需要水分的话，它就会自己过去。好，那这时候只要把它沾湿就可以了。怎样到湿呢？旁边它有一点积水的状态，表示湿度是够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看到吗？这边水已经往上满出来了，这样就行了。用海绵有一个好处，应该说用海绵有很多好处。它会让你的水，可以一直让你的水分就是比较保留得住，那不会因为说天气太热，然后它就蒸发掉。那而且再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去换这个海绵的话，你其实比较方便的，你不用把整个盆子拿起来。那原则上这个土它是这个海绵呢，就是大概1个礼拜换一次。那土呢，它大概是1个月换一次。你看，其实角蛙它天生就是习惯埋在土里，因为它是伏地型的动物，所以它在那里等待，它等待猎物过去的时候，它才去动作。所以说，土养的方式其实是对蛙来讲是最好的，它完整的做出一个干跟湿的环境的分离。你看，它已经整个埋进去了。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土加深2倍，15公分，大概3倍吧。我们原则上它在20公分左右的话的土的深度的话，那蛙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就是冬眠或夏眠的状态。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单元要讲冬眠跟夏眠的时候，我们会再做一个示范。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土养的环境。那我们就是维持干跟湿，然后湿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采用海绵在里面。好，那干跟湿的部分的话，当你做出这个环境的话，蛙就不容易生病，而且它会比较适应这种环境。那它如果觉得热，它会往下钻；它如果觉得冷，那因为其实角蛙是变温动物嘛，它如果觉得热或冷，它都会就是钻到土里面去调节它的体温。所以在野外的时候，有一些蛙它是会沉到水里面去的，沉到水里面去冬眠，直到隔年的春天温度比较暖和的时候，它才从水底爬起来。那角蛙它当然不会游泳，可是问题是它也是会有这种动作，它会沉到水里面去，就是去调节它的体温。那有土或有水，只要有深度的东西的话，它对它来讲都是舒服的。那土养的环境，我觉得其实非常的适合角蛙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就是比较要注意的事情就是1个月要换1次土。那你中间看到它如果有大便，请把它捞起来，因为细菌是很容易滋生的。
那至于湿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一周换一次，或者是你看到它的海绵上面已经干了，你看到它是干的，你去摸摸它，看到它是干的，那记得补水，这样就好。有干有湿的状态下，你的蛙就会非常健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订阅我们。那如果说我们订阅人数够多的话，那我们会一直快速的更新。谢谢。